大家好，我是邱炳。从中卫高庙出来之后，我就一直往甘肃景泰方向行驶。在路中呢，发现一个古村落。这个古村落很有意思啊，就跟我们之前在南方看到的悬崖村一样，经常说不通公路。这个古村落是在黄河边上面，你要去到里面的话，必须坐轮渡过去，这是非常少见的。同时呢，这个村落也比较偏僻，从国道转进来到轮渡口，我们差不多走了将近30公里的这样乡村小道。大家看画面也能够清晰的看到，这里非常荒凉，基本都是戈壁。如果不是知道前面有一个古村落的话，还真的不敢往里面行驶。经过长时间的行驶，终于来到渡口了，旁边就是万马奔腾的黄河。在这里的黄河水感觉还是挺清澈的。前方我们看到的就是黄河渡口，右边就是我们来到的地方，左边就是古村落所在地。你要到达这个古村落，必须翻越这个黄河，这里是没有大桥的，必须通过轮渡才能过去。到达渡口的时候，渡船刚好是在对面，我就跟船家说了一声，因为在这里是可以喊得到的，他就把渡船开到对面过去来接我们。大家猜一猜，这个渡船是机械的还是人工的还是电力的？不知道有没有人猜得到啊？渡船已经到了黄河中间了，这里的黄河不算很宽敞，大概就100多米。我们平时在长江或者是湖泊当中看到轮船是很常见的，但是你在黄河上面能够看到这些就非常少见了，因为黄河现在是不通航的嘛。渡船已经到口岸了，我们现在就把车开上去，乘坐这个轮渡是收费的，车辆和人是分开计算的。车已经在船上了，然后工作人员先得把渡船往外推到河水当中，这个船才能往前进。现在我们就开始过黄河了。以前在武汉我是乘坐过轮渡的，但是汽车过轮渡我还是第一次啊。这个渡船纯粹是靠黄河水产生推力，才能在黄河两岸这边行驶的。大家看到右边有一个巨型钢缆，然后另外一根钢缆呢连接着渡船。这个轮渡前进和后退完全是靠这个铁索的，铁索拉住个船，然后水流冲击这个船就往前面行驶。在船舱里面还有一个掌控方向的，因为水流冲击渡船的话方向会不一致，那刚好这里就可以掌控方向了。由于这个江面不是太宽，我们2分钟就到达对面了。这个就是黄河水，明显的看得出来水流是很急的。这里也算是黄河大峡谷。其实黄河流淌的地方有好多个峡谷，你像比较典型的就是秦晋大峡谷。我们刚到这边，对面呢又有几辆车在等待了，所以说这个渡口还是比较繁忙的。靠岸了，汽车就是这样一辆接着一辆过黄河的。其实它这个渡船跟我们去年在贵州做的一个小船很相似啊，当时我们那个是手拉，而它这里呢是纯粹靠黄河水冲击产生推力的，其实原理都差不多，也是有一个固定的钢索在那里。停好车，我们就来这个800-900年的村落看一看。这个村叫南长滩村，因为是在黄河南岸，也是黄河进入宁夏的第一个村落。在黄河北岸，也就是不远处，还有一个北长滩村。这个村落的历史比较悠久啊，大概是元朝初年那个时期，有人搬移到这里来居住。我们从空中看，包括我们刚才一路进来的时候，感觉很荒凉，这里呢非常偏僻。那么为什么会有人在这里居住以及传承呢？在1000年前，宁夏这个地区属于西夏王朝的统治区域。在贺兰山脚下面，我们还能够看到很多那个西夏的王陵。但是关于西夏的历史啊，可能很多人不熟悉，最多呢是通过一部影视剧中描述了一下西夏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当时西夏也好，南宋还有金都是被蒙古元朝所灭，特别是西夏，它受到了不一样的待遇，主要是因为当时成吉思汗攻占西夏的时候去世了，那么他的继任者呢，对西夏采取了一些过激手段。西夏被灭之后，其中的一部分党项人士啊，他们就要逃难，要躲避元朝的追击嘛。当时党项族他们的被灭之后，
于是呢就翻山越岭，躲进戈壁滩，慢慢行走，慢慢寻找地方，来到眼前这里。他们发现这个地方靠近黄河边，同时呢有一大片空地，适合居住。于是他们这个家族就在这里定居下来，并且传承。这就是南长滩村由来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这个党项族人他们在黄河当中坐着羊皮筏子逆流而上，来到这个地方，从而呢也是在这里传承。不管是他们翻山越岭穿越戈壁，还是说沿着黄河逆流而上，总之呢他们是历尽艰辛才来到这个地方。既然他们是党项族人，所以说他们的姓氏基本上也是踏拔。这个村现在大部分人也是姓踏拔的。这个村落到现在可能是800年左右的历史，我们从空中看也是非常壮观的。因为在黄河边上面，特别是这样隐蔽的地方，有这样一个村落非常少见的。尽管说村落也好，城市也好，都是靠近水源、靠近江河，但是这个是不一样的，因为这里非常偏僻，从国道进来，我们开车大概是半个小时，而且呢是那种乡道。你想在以前基本上是没有道路进出的，现在看环境呢，感觉像有点世外桃源。那么其实在他们家族刚刚来这里居住的话，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与世隔绝，只是说现在有道路进出，然后环境还不错，从而呢才称之为世外桃源。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可以看到，进入一些古村落啊，你可能要穿越一片树林，或者穿越一个什么镇，而进入这个南长滩村呢，先要穿越我们眼前看到这片梨园，这是百年梨园呢。一树梨花占尽村，繁花万点正撩人。可以看到这些梨树都是非常庞大的。我们也经常说，看一个村的历史有多久，你往往可以看他们村落的树的年限。一般在村中、村尾、村头都有很多树木，树木越大，那证明这个村呢可能就有上千年历史。你看这个地方都是几百年的树木啊，非常庞大。为什么会种植这些梨树呢？因为这里属于黄土高原，然后这个黄河边上呢，这些地方啊算是沙地，我们常说的戈壁滩一样。那么他们就种植这些树木，可能是防止水土流失。在这个梨园里面还有很多房屋，这里写的是别墅。由于这个地方啊现在是文化名村，可能呢也是打造景区，所以呢就在树林里面弄了一些民宿吧，被称之为别墅。住在这个里面非常舒适啊，可能夏天再热，但是在这个树林里面呢还是很凉快的。这就是南北方的差别。你像今天大概35度，那在这树底下是非常舒服的。但是你如果去南方，别说35度、30度，你在那树底下同样也是热的。穿过梨园，就正式来到村落了。这个村落尽管说要过黄河，我们常说的不通公路一样，但是在村落里面呢，现在建设的还挺好的，有大马路可以开车进来。来到村落发现2个特点，他们这的房屋普遍都是1层，很少能够看到2层的，而且呢，仿佛也来到了一个石头村落。我们在太行山看到很多房屋都是用石头的，它这里也是如此。就是不知道这石头是哪里弄过来的。现在这个村应该说是有很多农家乐，自己家的菜园子，在戈壁滩非常少见吧。其实前方这个梨园的作用非常大。你像黄河边，然后这边大家看一下，全是这种黄沙戈壁，有这个呢，就能够稍微阻挡一些风沙的侵袭，要不然整个村里面风沙就太大了。现在当地村民主要是养殖，养了很多羊啊，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养了上百只。你看，这是羊在这里休息。这树林里面养羊还是挺好的，好几只羊。我们都说新疆的羊比较出名，其实宁夏的羊也非常出名，特别是宁夏有个盐池吧，那个羊是相当的有名的。在这个里面，没想到以前居然是沼泽地。在这个园子里面还打造了灌溉系统，你看修好的，黄河水就通过这些管道进入到各个地表上来，哪里需要水，
就把那个闸打开，水就能够漫到这些土地里面去。这里每家每户都养了羊啊，到处都有羊圈，因为这里基本上是靠养殖羊，这里面还种了一些枣树，只是说可能不想浪费这些土地吧。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村落的来历，其实关于这个村落的历史还有一种说法，就是说在大概1200年前，一支党项族人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里生活。现在这个村还剩下大概500人，也算是一个大的村落了。平时来这里游玩的游客也比较多，因为这里算是一个世外桃源嘛，又是黄河进入宁夏的第一村，黄河往上3公里就是甘肃了。不管这个村落的祖先是因为何种原因、何种方式来到这里定居，总的来说还算是黄河孕育了这个村落。延伸更广一点，黄河不光孕育了这个村落，黄河也同样孕育了很多文明。那这个黄河第一村我们就看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